来在中美对抗里头呢，中国的动作频频，尤其最近有个大活动，对中国来讲，吸引周边的所谓运动行销，还有跟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是重要的形象之战啊。亚运，杭州亚运明天就要正式展开，从今天开始，陆陆续续就有一些开幕前的仪式活动。预计呢，要出席的外国领导人非常的多，包括了有韩国的总理、柬埔寨国王、叙利亚总理、科威特王储、尼泊尔总理，还有东帝汶的总理都会出席。这样星光闪闪之下，对于中国来讲当然很重要，习近平也会亲自参加去做主场的启动，所以是一个运动外交的代表性。因为亚运之后紧接来是什么呢？10月有“一带一路”的论坛，预计也会有超过110国的代表齐聚北京，哇！所以这就是花大钱在办亚运啊，被说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亚运会的盛事，希望能够带动的经济红利，是希望是整体的供应链都能够有所成长的，包括像杭州的机票预订量已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倍，酒店也是增长4倍，那预计外地的游客数量可以高达超过2000万人次哦。因为对这段时间以来，中国大陆的确在国外游客的部分锐降，是不是有透过这一次亚运可以找回观光客的商机跟观光荣景呢？就看这一仗啦。那么习近平还到了一个叫义乌商城的地方，那么商户还特别说希望能够力撑小微名气啊，就是小型的新创或小产业啊，在亚运之前，希望这些小商品呢可以成为世界小商品批发之都，有一个支持民营经济的这样子的一个味道跟氛围在。同时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科技啦，要用华为也要在国际舞台上面展现他们的影响力，例如结合华为的5G 科技，要秀黑科技什么呢？有 AR 无人巴士哦，还有包括运动员只要在选手村用一台智慧型手机就能搞定食衣住行，其实这个本来就有了，不是所谓的黑科技啦哦。还有像这个运动场馆上面有号称可以呼吸的屋顶场馆，有很多精细的绿建筑的设计在其中，也有科技可以做一些设计的运用哦。但是华为带动中国热，现在目前看起来销售量的确非常惊人，对抗iPhone 苹果的新机一起在比较之下呢，被形容说苹果过去是善用饥饿行销的，很多消费者呢对于这个饥饿行销之下有没有新意会有所疑虑。那这次看起来呢，华为大搞神秘之下在这个抢在 iPhone 之前发行，显然已经在从中国市场成功的牵制了苹果吗？那么 Mate 60已经卖爆了，供应链说到9月中有可能就成为中国市占手机销售量的第1名。其中呢，小米啊、华为出手机不稀奇，很厉害的哦。这家大陆车厂叫做蔚来汽车，居然也推出自有品牌的手机耶，是不是晶片通万事通哦？手机、汽车一起出，所以那个这个各种的先进的科技，包括遥控钥匙啊，哦，可以用手机去检查电力啊，那自动停车使用车载娱乐系统都可以用手机跟汽车来做电动车的结合吗？晶片战争这本书的作者，他的很多内容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米勒呢，他解读华为是最中国手机的政治意涵，也就是为了中国的光荣而战啊，所以对岸仍然至于迟迟进展这件事情，表明美国、荷兰、日本的管理措施不是无懈可击的吗？来看看德国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来自于一些经济周刊、商业周刊在国外的媒体的报道，指出德国的内政部正在做一件事情，要防堵中国的华为。为的是什么？为了要防止第2起北溪事件发生。听起来这个关联性如何呢？他说啊，因为担心要防止第2起北溪事件为由的规划分阶段要禁用华为中心设备。那么我是不太能理解这个关联性，但是他认为只要华为的科技侵入内部的资讯，就有可能造成危害，所以呢要准备提起这个案子。但是这个案子目前在国会的部分还没有达成共识，能不能成案还不知道。但立刻中国网友知道这个消息，已经开始注意说北溪被炸关华为什么事啦？那或者是中国的驻德大使馆已经表示，如果德国政府决定禁用华为跟中兴的话，中国不会袖手旁观。所以德国这一场战到底要打什么，也后续持续观察了哦。还有拜登喽，当然拜登前天我们就看过他在跟巴西总统鲁拉见面的场合上，撞到国旗。我们进一步再看看，他其实连跟鲁拉握手都不要，让鲁拉很生气。你看他一上台先这样撞到了对方的国旗，上台之后
致辞结束，本来是应该跟客人卢拉握手的，想不到他掉头就走，可以看到卢拉的动作很不开心，甩手表达不满，事后也表达他很情绪上的愤怒哦。那么像这样的拜登，到底现在在选情上如何？还有很多的挑战。那其中美国的挑战还有美版战狼，美国驻日本大使易曼纽因为大炮的发言被称为美版战狼了哦，包括了最近不断的在社群平台上面去发言讽刺北京高层等等的。最近传出来说，媒体报道说，华府官员已经开始有点感冒，进一步在约束他们，因为现在的关系氛围是什么呢？拜习要见面啦，不适合再用这么激烈的言辞在搞砸中美可能的和平，进一步的友善的对话哦，所以叫他闭嘴了吗？那当然，这也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美中本来就是在对抗跟缓和之间不断的有不同的节奏。亮哥，这个德国是内政部长那个 Nancy Faeser 的意见啊。那这个决策不可能是内政部单独来做啦，我认为不太可能，一定还要会经济部跟国安单位，那最后总理要拍板。那这个 Nancy Faeser 在今年8月就已经表示了，说他不管会增加多少成本，他不会被吓倒。那可是德国的企业都被吓倒，真的，因为事实上有人算过，因为德国如果4G升级5G不能够用中国的设备啊，就是华为啦啊，因为它的4G 的市占率用华为高达60%，那因为华为的设计是可以直接装上去，所以会减少很多成本啦。所以我看过几个数据啦，比如说光是德国的火车啊，它大概有800个站就要换系统啊，5G 啦啊，那大概要增加8亿欧的支出，这个只是火车哦。还有多少项目你可以自己去想啊？而且中国大陆一定会报复。我觉得现在华为啊，已经有一点变成中国民族主义的象征了。是啊，所以你如果没有拿出相当的理由啦，比如说真的有安全顾虑啊，有后门被发现啊，不然我认为中国一定反制。那德国你这4家汽车工业你就看着办吧。因为德国的企业有很多公司在中国的营收都超过1/3，所以我认为会引起很大的反弹哦。所以我认为这个还不是定案，而且他放的话很奇怪，他说从2026年1月1号开始实施啊，那核心网络不能用华为跟中兴的零件，他的决策的用语是这样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决策就表示他自己心里也有点忐忑了啊，可是我认为德国企业一定会表态了啊。那另外就是拜登跟鲁拉，我觉得那个是潜意识的表现，因为他非常不喜欢鲁拉啊，因为鲁拉就是在金砖会议最用力附和俄罗斯的意见，说一定要推非美元支付啊，这个拜登当然知道嘛，怎么会不知道啊？然后你明明就在我旁边的国家啊，而且鲁拉刚当选就跑去美国见拜登啊，政治上因为很近嘛啊，而且坦白说了，鲁拉所属的劳工党啊，跟民主党意识形态是比较近的，那怎么奇怪？你的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的想法跟我都相反，这样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应该是他心里本来就不喜欢这个人，所以就自然就表现出来了。鲁拉的反应很。鲁拉也是很强悍的人，就直接走掉了。是的，对，他还甩个手。对。所以在外交场合，通常都是还蛮细腻的场合哦，却发生了元首跟元首之间还蛮尴尬的。大使怎么看呢？对，当然这个拜登也不能怪他啦，是怪他年纪啊，怪他的健康啊，对不对？他也不想这样，对。那我们以前说过，拜登1个月犯一次这种犯傻嘛，对不对？那现在变成1个礼拜1次犯傻，那后来变成5天1次，最近变成3天1次。那你说拜登愿意吗？拜登也不愿意啊，对不对？我们能怪他吗？对不对？那怪他就，这是美国人的问题，不过跟我们也有关系。他做的决策如果没事就3天犯傻1次，哇，搞错了那怎么办啊？我们这边可要兵凶战危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对美国来讲是国安危机。我觉得对全世界很多跟美国关系密切一切靠美国
靠美国这个把这个靠美国来所有是靠美国的这些政客来讲的话，也是国安危机带来的国安危机啊。那讲到这个，就是说，蔚来汽车出这个手机其实我们台湾不太清楚啊。其实大陆的电动车车牌厂牌有几十种那几十家我们现在只晓得比亚迪，我们只晓得吉利，我们只晓得特斯拉，我们只晓得长安汽车、长城，我们知道这些大牌子啊。那它有一个电动车三宝，叫蔚来、小鹏跟理想。我跟你讲，光蔚来，你看它有多大？它今年前9月的营收是332亿人民币然后它比去年相对成长了2.6%，就这么一个蔚来汽车。所以汽车将来是走怎么样？就是说自动驾驶之外所以智能驾驶之外还有智能座舱。智能座舱的话，就要它有一个界面，它有一个平台来对汽车智能座舱进行控制。那你的界面还可以，你进了车子以后，你可以看车子里面那些所谓的控制的面板。可是你不在车子的时候，或者你坐在后座的时候你不坐在前座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界面，那就是要靠手机。所以呢，现在万物互联，这个手机跟车子之间事实上你远距要控制这个车子甚至我有一天我在怀疑有一天用手机可以智能让这个汽车智能驾驶。我今天在内湖，我的车子停在台北，他就来接我，我就说我下一个指令说，车子开过来，我在内湖瑞光路几号，今天都可以，今天就可以。你那个车子从那车厂自己开过来，他就给你开过来了。所以要不要手机？要手机。所以这个是未来的发展，是无可限量的。将军，对不起，上校又来了，又是将军。我昨天看了一个其实最近大家都很关心华为，所以昨天孟晚舟主持了一个记者会，他发布了一个叫做全面自动化战略。是他那篇新闻我很仔细的看了，那因为我本身学的就是电脑软体，它的内容我就很关心，什么叫做2003年的叫做 OIP， 我就仔细研究然后2013年就是 O Cloud， 就通通上云端，然后我们现在又隔了10年嘛，他说我们是10年一个阶，10年一个阶，然后我看懂了，然后我突然想起大概在7、8年前在过年之前的时候，普遍在网络上传了一个手机的，大家在这看一个很短的片，大概到5到10分钟，大意是什么样子有一个人过年，他开了车要回家过节吧，过农历节，走了一半大塞车，然后他在车子里面，他就问这附近塞车什么都会，然后人家就可能跟他讲说，大概1天之内不会结束。他说：“那我现在能到哪里去？”他就跟他讲，这附近有一个就是那个边疆民族，今天晚上有一个什么活动，他就顺着他，那你带我去，他啪带过去了。就当天就是一个引火大家在那里，然后在那里呢，他就怕家人担心，他打了一个电话。那个电话一打他的爸爸在他面前就像一个立体的一样呈现在他面前，让他家人在那里看着桌上就是他的那个所看到的引火附近的人，这个立体的在他前面 AR， 整个的过程，然后他后来沿途一路过来，好比说要听什么音乐，他就放什么音乐，我该怎么走，就一路就是这样子，你就感觉到他的那个整个的生活。当时说，哇，未来是这个样子吗？他们当时就未来是这样。我昨天看完孟晚舟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就是华为在做的事，你知不知道？孟晚舟讲的这个叫全自动化战略完完全全所向往的就是那样东西。那我现在猛然就是说领悟了一件事情，华为一定赢。为什么？他的目标不是手机，他的目标是在做这个车子、生活、家庭所有的一切，而且全部透过你的上网，因为未来是6G， 那个速度之快，完全不会说阻碍。像刚刚大使说的那个是在华为里面，这个也叫做理想吗？不是，他在做的是那个东西。所以如果说你叫我说这个华为跟这个叫做苹果去比的话，苹果现在在做单车，华为现在在做 F1 赛车。你说未来谁会赢？你就知道他的眼界华为的眼界非常的高，所以他投入。你想想看，一个手机怎么可能1年投入这么多的钱？你去看看他投入多少钱，25%左右的钱全部在这个 R&D 研发。为什么？
他在做这个。这是经过孟晚舟讲完之后，我才发觉。至于我很快说一下拜登啊，拜登真的是太老了，他是有史以来最老的人，你知道吗？那权力实在太大。美国队长，开玩笑，我有一次看到就是说，美国总统到出国访问，整个的安排过程，我看完之后我吓一跳，我说我是拜登啊，我即使坐在轮椅里面不能动啊，我也要选到底啊，那个权力太大了，他不会放弃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秋节快到，大家讲说烤肉、烤海鲜会担心，吃蛋不放心。那其实对于日本人来讲，因为核污水的这件处理的事情，已经造成了非常重大的经济上的冲击跟危机嘛。其中呢，因为这个排到海水的这个污水的造成的影响是，日本对于大陆的食品出口已经暴跌了1/4，这个比例非常的高。从8月的贸易统计值看起来，水产包含在内的所有食品对陆剩下141.86亿日元，已经创下12年来最大的跌幅，少了4成1，你可以想象这个冲击有没有多大哦。8月份日本对中国的进出口额通通都2位数在下滑，那么对中国的出口也一样，一兆4350亿日元，减少了11个百分比，连续2个月都逆差了。记得吗？最近好像新闻里面看到，大家有没有看到日本的麝香葡萄在台湾变得好便宜哦？本来很高贵的，现在变便宜，是不是啊？因为卖到台湾来可能好一点，总是需要一些低价来促销了。暴跌一串只剩下86块钱，这也都是跟相关的因素造成的连带关系。那日本农产品出口创新高是什么呢？中国是日本最大的买家呢？这个是多久的新闻？哎呀，这是2022年日本农林水产这个过去的光荣啊，创了这么多的生意值，在2022年的时候，一下子1年之内立刻暴跌。所以包括了苹果对大陆的外销增加5成，香港增加2成，这是过去的啦。那草莓这些都是。那结果现在呢，日本是要求中国立刻撤除中国在钓鱼台附近的浮标。当然还有要求撤除这种限制跟管制，但现在双方都还没有进一步有可能的各种契机啊。但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重视大陆反对排废核水的这样的态度，但是希望能够全面沟通。那么在各种国际场合看起来也做了这要求，但是仍然没有进一步的进展。他希望跟中方能够紧密的来沟通。那么现在呢，中国的副外长见了格罗西，对于国际原能会处理日本核污水，他感到非常不满，甚至比较严峻的问题是，可能会让这个组织 IAEA 倒闭啊，不是啊，关门。倒闭可能太夸张了，可能会营运不下去，是因为他有个会费很高的会费不愿意缴，他就是因为不满日本核污水，他居然同意他能够排放到海里面去，所以呢，他现在拒绝缴会费。当然，欠缴会费最多的国家还是美国，因此让这个机构的营运出现了问题。除了日本之外，韩国也出现一件罕见的大事。怎么说呢？李在明记得吗？他在绝食第19天的时候，因为失去意识昏倒去就医的时候呢，立刻检方也开出了拘票，要逮捕他归案，因为他有相关的贿赂啊等等的贪污的疑云。那么在这个韩国的国内如果要逮捕这样的在野党领袖，是需要国会同意的。想不到居然国会通过了耶！这个在野党他的同志跑票，那么他以拘留同意案采不记名投票的情况之下，149票赞成，136票反对。总之，这至少算一算不管亲执政党、国民力量等等。如果通投赞成票的话，至少他所领导的这个共同民主党有29个人之多跑票赞成把他抓起来，所以他的这个在野党的领袖的身份也被同志一起这样抛弃，所以才会说他们党魁被抓走了在野党的这群领袖就说要一起集体请辞，表示护理不力。那现在接下来他还在继续医院里头，还在绝食当中。那么检方现在动作会如何？显然国会的同意的话，就准备要把他拘捕拘提了耶。那么因此他的一些支持者就在国会前面抗议了。看看现场的画面。 국회 앞에 모인 이 대표 지지자들은 체포동의안 가결 소식에
看到画面上，在这个抗议的声音当中呢，就是很多民众是不忍心李在明啊，怎么可能自己国会同党同志没有把他护住，准备真的把他拘提了呢？而他的所谓的这个核废水相关的争议，当然国内有很大的不同的争议啊，他们不支持现在内阁的态度，而李在明现在已经是叫做绝食23天了，数度昏迷。那么，就算绝食抗议，到底民情有没有办法逼着执政党做出不一样的决定？现在还是个问号。但看起来双方是没有办法沟通。现在朝野对立到了极致，几乎没有妥协的空间。所以呢，韩国也第一次通过了弹劾总理的案件。尹锡悦预计将会采取动用表决否决权的方式来对抗由在野党控制的韩国国会，以175票赞成、116票反对和4票弃权通过了。接下来有这个在野党的党魁要被抓去关了吗？还在绝食当中，而现任的这个总理也可能要被弹劾。韩国的政情非常的动荡，而尹锡悦前路茫茫吗？还有日韩关系的嫌隙，尹锡悦民调已经跌到3成1了哦。日媒就很担心。如果韩国变天的话，那么韩国跟日本的建立的这个盟友关系会不会有变化哦？所以这个日韩关系当然也让日本人特别担心韩国现在整个内阁异动很频繁的这个状况。大使，其实韩国在政治危机上，其实日本也坐在定时炸弹上面，因为事实上的话，日本这一次的这个独排众议啊，一意孤行啊，把这个核污污染水排到公海里面啊。这个真的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完全不负责任。这么安全的水，你为什么留着自己用呢？往公海里面倒，到现在日本人不敢出来。然后吃一点附近的这些鱼类，你敢拿来把那个污染水核污水处理水嘛？日本人要处理，你敢拿来喝吗？那没有一个人在喝。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日本人这次是整个形象把日本人过去给人家还有那么一点点好的印象全部都抹除了。所以这是中国大陆事实上。中国大陆只进水产啊，其他麝香葡萄啊、日本苹果啊、日本梨啊、还有日本泡面啊，还有这些东西在中国大陆都有进口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一次掉了40多%？就是大陆民众对你这个政府这个作为失去信心，对日本这些产品失去信心嘛。那现在中国大陆事实上，我觉得大陆这个决心蛮强的，就是要跟日本这件事情争到底。最近他决定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这个会费他不缴了，6000万欧元1年呢。对。然后马上这个联合国这个原子能委员会它整个运作就要出现问题了。那中国大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要筹组一个公正客观的调查委员会，由各国的会员国的专家去日本调查，看看那个水到底是不是如日本人说的完全没问题。对，你知道 IAEA 原来调查的时候，他做研究的时候，他那个水是日本人装好了以后拿给 IAEA 的，不是你到现场去 IAEA 专家去现场在那个出水口里面去拿出来的。所以现在真的要筹组这么一个调查团的话，如果 IAEA 执意要调查的话，日本能拒绝吗？这是代表国际的共同意愿啊，去调查。如果日本这个核废水在他那个出水口的时候一查，哇，老天啊，通通超标。连氚都超标，那日本这个国家不就垮了吗？所有的日本人这些谎言跟一意孤行就会垮于一旦。所以日本现在是坐在定时炸弹上面，是要怪他们这个岸田政府做这件事太欠考虑了，他太低估了别人对这件事情的重视，跟对这件事情的周旋到底弄个水落石出的决心。所以我觉得岸田现在他的民调比尹锡悦还低，他真的更危险。好，亮哥怎么看呢？的确，在韩国居然可以国会通过，让在野党领袖同意他自己29个人跑票，的确是很罕见的这样的例子，要让他被检方的逮捕成立。这种案子如果是政党对政党对决怎么可能容许不记名投票呢？光是这个投票的程序就非常诡异了，这表示李在明所属政党并不是很认真在帮他护航，不然他一定会要求，像台湾有甲级动员那你如果跑票的话就开除党籍立刻点人头，那谁受得了？
所以这个非常诡异啦，就是针对党魁即将被拘捕，那竟然容许不记名投票，真的，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因为你看另外那个表决对总理的弹劾，175那是反对派赢不是吗？对啊，因为尹锡悦所属政党在300席的韩国国会大概只有115席，所以他本来就不可能，他是少数啊。所以你看那个总理，就大家对尹锡悦目前这些动作有意见嘛？你看总理就变成175票，是对不对？那李在明怎么会变成149票？136反对的只有136，这中间差了将近40票。自己人都希望他被抓去关，怎么回事？这个我们不清楚啦。不过我是说，从这2个投票行为，就看出李在明并没有好好处理他党内的争议啦。可能党内本来就有对手啦，因为他席次那么多，一定有派系嘛，那可能就是有对手这样啊。不过尹锡悦的民调掉到31啊，然后岸田的民调掉到25那日本还在担心尹锡悦会先垮台，那笑死人了。韩国是总统制啊，尹锡悦的政权稳得很啊，除非是老百姓上街头逼他下台，不然他任期还有3年多啊。你岸田要小心吧，岸田现在民调只有25，而且日本是公认的，如果首相的民调不到30啊，就处于治理瘫痪状态，岌岌可危，你没有办法做大事啊。那岸田的任期本来大家预期就是任期了，正当下台时间是明年9月。岸田自己要去注意啊，你会不会在明年9月之前就被人家干掉？提早。我就是说，这件事情就算岸田判断错误了，那我们就重来啊。日本常常搞这种事啊，就是如果是实在是民调太低了，或者是国际争议、国内争议太大，他就有用砍首相来化解纠纷啊。这个日本政治发生好几次啊。所以岸田自己要小心呐。中日贸易这件事情，其实亮哥说中了，你也算先知了。那时候就说，如果是中国不采购日本，它会扩大化啦，跟农产不会只有水果，对，水果可能就要到台湾来。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有这样的趋势了嘛？因为麝香葡萄中国大陆大概占消费量是30%，因为麝香葡萄很贵啊，它是非常高档的水果礼盒嘛，这个我们都知道啊。那中国你光是想上海会有多少人买？是这个都是高级送礼的礼物啦。那这个用东西又不能放太久，那你怎么办？所以大概就是贱价卖出啊。那最可能收的当然是台湾啊。所以这个是福利啦，因为这不是水产品啦，可能是其中一项而已。对了，没有错了。这个我觉得日本现在只是第1个月啦，因为目前传出来岸田他月底要做决议，要不要放第2批？那目前看起来岸田是要继续干下去，所以他9月底要做个决策啦，就是说我们要继续排第2批污水，你到时候看看好了，中国大陆一定又来一波，所以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啊？而且他接下来碰到11啊，那中国大陆动作也一定很大的了。所以只是开始，还没结束，没完没了。舰长。我先说一下，顺着亮哥的话题，刚刚说这个韩国政界这些反对党为什么会有人投支持票？我想举个例子啊。今天我们在台湾，我们都是反对党，亮哥是我们的党魁，我是底下的人。亮哥这一次为了一件事情抗议，然后绝食，然后政府要抓他。你认为我们这些党员的心理想什么？我希望他被抓这个背金牌打到底吧，对不对？我今天不抓你一抓，那你不是绝食都白搭了吗？他被抓，绝对是我对我们这个党是有利的。训导哇，这个政府实在太过分了，你知道吧？真的是政治。但是你同意的，你跑得了关系吗？不是，但如果记名的，那当然跑不了。没有人承认就对了，你就知道，其实大家想的都是一些你算我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核污水的事，我一直在讲，核污水其实有2个东西是真的是很糟糕的。那我知道跟台北讲是没用的，那我只能期望跟北京讲，你们绝对不能退让，要坚持到底。第一个就是这个30年的排放谁能够坚持的监督下去？不可能的。这个商人叫中京电力，他这个2罐满盈啊，我说2罐满盈就都过去好几次造假欺骗，你知道？因为他商人嘛，
你要去做，你当然要花很多钱，这是一个，你知道吧？这第一个，我们不能相信他，因为他是个商人，不管他是哪一国的商人，都不能相信，他们是将本求利的。第二个，我跟你讲，才是更麻烦的。你这一次同意日本，下次再有一个国家呢，我们的河山，好比说在两岸的议题还有中美的对抗，其实大家都希望是往和平的方向走。赖清德副总统呢，以参选人的身份，昨天到了马祖，到这个地方来，当然也要远眺中国。他喊出来的话叫做什么呢？和平无价，战争没有赢家。哎，这很熟哎。韩国瑜说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那他也一样是这样看法跟认为的吗？那既然如此，两岸要寻求和平发展的契机，怎么做呢？那军方呢，当然除了延长役期啊、各种的整备啊、购买军备啊等等这些事情持续在进行之外，有马祖的一男，最新的消息是他透过家长抱怨，怎么会他们在外岛啊，早餐只能吃馒头加罐头。2头馒头加罐头，又不是暂时，而且不是说之前是因为什么各种的物资运补有问题，船班出了问题，所以没有办法及时补上。怎么现在不是都很正常吗？怎么在外岛又出现这个问题？如果要保家卫国，为什么这些阿兵哥不能够吃到比较正常的饮食？健康的状态呢？当然，后来军方有人出来澄清说，没有啦，我们菜色很多变，没有缺粮，而且还有大亨堡。但是呢，这个一男却说已经是连续将近1个月时间都这样吃，他受不了，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没有忘记过去曾经在马祖的国军沙滩上来求救，写字写什么？没有肉啊，只有罐头啊，肚子饿，罐头跟泡面。前一个这个阿兵哥还说他还不只是会缺粮，不只是只有馒头配罐头，吃不饱的话还没有粮食，这个盘子上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是饿肚子的状态。所以家长很心疼，出来抗议啊，说国军到底在干什么？怎么对待我们的这个前线的士官兵呢？那么好吧，那两岸之间的关系有比较和缓吗？大家既然都想要和平的话，今天邱国正部长在立法院要准备去备询的时候接受访问，讲了一段话，他说最近反而是敌情蛮异常的，听听他怎么说。没有特别揭露啊，我们最近这敌情真的是蛮异常的。那国防部平常除了监控以外，我们世界发布，假如说一开头有可能你发布太多，好像搞得人心惶惶，但没有发布，最后人家暴露以后，我们再发布。就变成我们好像在遮蔽什么？国防部连这个状况他们已经做很久了，但我们研判初步到9月份，他们是做一个联合军演，联合军演包含陆海空3军，也包含这个2栖，还有包含这个陆航，我们都在掌握当中。不止部长自己口头上讲，新闻稿也讲这异常是什么呢？有空军侦查出共军运8反潜机各种各样的状况，同步监控底下，在福建大城湾这附近的，包括共军的远火啊、火箭军啊、地面部队啊，都有一些异常的这个动作。所以他们强烈的努力的在监控当中，是有一些异常吗？那么好，所以军纪会特别严明，好吧？据士兵说他吃不饱了，那有怎么样严明的方法来继续军纪来控管呢？有一个独家消息说，海军有一位中士持铁锤去攻击队长，那本来就是一个伤害案件，依据内部的做法，要以这个部属职责这样相关的罪来送办的，结果被海军司令知道了之后，立刻下令加重惩罚。他把这个杨姓中士处以撤职之外，立刻还以杀人罪把他送办。所以不是只是对上司不敬这种普通的罪嫌而已，他加重来办，杀人罪送办，现在已经在司法机关侦办当中。不止如此，还有行政院修法通过，有营区里禁止什么呢？侧录摄影，怕会危害国安，最重可以怎么样？罚到5000万呢，很重如果你阿兵哥带了手机到相关的营区里头去做侧录啊、录影这些动作的话，最终可以罚到5000万，真的是很紧张、很害怕的感觉，树叶匪懈啦。那但是在抗中这个议题上，美国呢现在的状况怎么样？美国
预计说是重启冷战啊，有一些报道里头，尤其是西方媒体路透社引述的消息是说，美国针对冷战时期的反潜舰监视计划，整合水下监视系统正在进行规模重整。那为了要因应中国威胁啊，那其中还有日本，就是美国最坚实的盟友，明年会设一个海上输送群，来加强南西诸岛的运输灵活度。其中这个2024新设的自卫队海上输送群就是一个关键跟重点。而一位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这叫做本树佑，他说，如果日中开战的话，日本一定可以有实力可以战胜中国。但大家很好奇，它是什么样的背景呢？它是生理还有医学方面的背景，它跨领域挂保证说，日本如果中日站起来的话，有事的话，日本可以有实力战胜中国。那相对于此，美国自己的财政状况出了大问题，除了最近当然联准会宣布这个接下来更持续为鹰派的做法之外，五角大厦这个预算又出问题了五角大厦为了这个月底就要可能关门大吉，这件事情吓坏了，正在做准备。为什么呢？包括部队薪资发放都会出问题，这不是第一次发生的，难道又要再来一次的吗？那很多的文职人员也将会放无薪假，就是为了预算的问题呀。那对台军售又怎么办呢？有太多连串可能引起的整体效应来说，新任的美国参联会的主席说，共军能够对亚太跟台湾周边开展军事行动是非常高的。这个五角大厦成立了高级的整合团队来加速整合台湾自卫能力等等的但如果真的连五角大厦都关门了，还有什么协助周边整合自卫能力的可能性呢？亮哥怎么看呢？从这个赖清德说要和平站到外岛上，我们阿兵哥却持续一直有这个运补跟连饮食都出现问题的状况。那军纪是严明的，还是说像这个邱德国正说的，最近有一些异常，到底能不能应付啊？我这个妈祖3月5号就爆发过嘛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陈雪生他当地的立委嘛，他就说马防部这个防区，他们连立委都进不去。所以这个地方坦白讲就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王国啦，就里面的讯息大家平常也都不知道那我觉得如果说隔了半年左右又再度爆发我们当然不知道，就是他早餐是不是他不容易买到青菜或者是我真的不知道。一个是量的问题，一个是种类的问题。不，这个我知道，那个营区采购它有规定要同样的规格啦。那因为它那个营区不大，所以同样的规格要买一定的数量，变成在本岛不好买。这个当初陈雪生就有讲了，他说为什么不在妈祖当地采购就好了？因为量没那么大，那结果就一定要透过像台湾那边采买，所以就会拖到，就有传奇的问题。对，可是我的意思是说，都已经半年了，那我们的国防部竟然还是没有办法处理不然这个我难以理解啦，就是因为军队就是要求每个人都要平等嘛，所以比如说买肉啦都要切到什么一样大块，这是规定，你总不能每个人排骨不一样大小长官大一点，也就反正就是尽量，所以都会要求要大量采购。那结果因为陈雪生那时候就讲说，在妈祖当地就是他们不能在当地买，因为量太小可是这个可能也就是造成困扰的原因因为他要等传奇嘛。但问题就是说，最近传奇天后都很正常那我不知道了，我坦白讲，我不能代他回答了，我只是能说这种问题再度爆发有点诡异了那事实上不是只有邱国正认为最近解放军的动作很大啦，事实上最近你光是看那个飞机的架次嘛，对不对？68、103、55，然后有一些已经飞到了1000里之外这个都是我们的退役将军讲的那还加上运油，就是运油20嘛，空中加油机而且就是出手对抗美国的那个动作也蛮明显的那事实上10月还有更大条的，10月轮到美国跟日本要在离岛演习了。那10月14号到31号，他这次包括了那个石垣岛，第一次石垣岛变成演习的地点了。那距离台湾很近，只有300多公里是。那据我了解是美军有800人要上石垣岛，
那你认为中国大陆不会有动作吗？这我难以想象啊，因为这么近啊。所以坦白说了，就是说美国在布置菲律宾也好啊，就是非常接近台湾嘛啊。那日本最接近台湾的与那国岛也要装飞弹基地，然后石垣岛要10月14到31要举行第一次有史以来美日第一次的离岛军演，包括石垣岛在内啊。所以确实不太平静啊。那我们也看到他不平静的同时呢，王毅跟苏立文也在开会啊。所以这个就是也玩硬的也玩软的啦。那这个大概是美国习惯性就是认为要这样做吧，那这样子才能够促成更大的谈判的成果啊。他也许这样单独想啊，可是没有处理好之间的那个节奏跟平衡。搞不好就破局了啊，这是也有可能，因为11月就要开 APEC 了，那这个石垣岛的演习是到10月底，所以你就不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大使怎么看呢？因为美国五角大厦关门，好像不是第一次传出这个消息，又来了。那如果月底也有可能关门，那这些军费包括演习马上要登场，都是钱啊。对啊，他预算不通过，那你怎么办法？他现在。共和党、民主党恶斗啊，那个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啊，对不对？你已经这个川普被共和党的这个精神领袖，对不对？川普已经被起诉了4个罪名起诉啊，如果判刑整个加下来，现在200多年了，对。那最近共和党的众议院要开始弹劾这个拜登啦，对不对？然后。拜登的儿子也正式进入调查程序啊，所以现在这个美国这个斗争是方兴未艾，所以在这个让政府停摆的话，那过去也发生过，对，那基本上还好，就是说先受限的是文职人员啦，就是说美国国防部文职人员很高，所以他是慢慢的这个他所谓他如果他是停止运作的话，他是先。不违反战力的这个角度啊，文职啊，还有一些什么跟直接作战不影响，行政官员为主，所以就是说不会造成立即的危机啦。不过我觉得邱国正讲的话，我是听了有点毛骨悚然的。他说异常状况，哇，我们最怕听到异常状况这个事情，这个对一个国防部长来讲是极为严重的警告。当然他的表情他都是一个一概表情，可是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让这个赖清德好听，不要在那边作秀了，跑到马祖去砍核。你知道很多人讲未来两岸作战可能两岸如果发生军事冲突啊，最怎么样？最安全的是外岛因为现在人家中国大陆直接打本岛啦，还打什么外岛？外岛的话你打有什么用？对。那一看就直接斩首啦，直接对本岛啦。那当然就是说，赖清德每天在那边喊话和平，动嘴有什么用？你的行动都没有促进和平，你的行动在促进战争。那人家是听你嘴巴讲的，还是看你的行动？对，你的行动天天去又买了一个武器，又5亿美金，又什么火山布雷系统已经到了，然后你国防的系统要什么多重次纵深防御，然后连这个建筑物。这个住家都要变成防御工事，你天天搞这些，写出来的一本书写得这么清楚，都在备战，准备打仗。然后明年1月1号开始，我们的这个役男就开始服役1年了。对，现在传出来台湾的陆军以营级为单位在美国进行长期训练，你这个嘴巴喊和平，谁相信啊？对不对？所以就变成你要做，那你有提出真正促进和平的具体方案吗？对。你有说我放弃台独，我为了台湾的和平，我放弃台独，我到这个妈祖庙前发誓，我以后再讲一句有关台独的事情呢，我就怎么样？我就这个天打雷轰，他会做吗？没做嘛，所以讲是没有用的啦。不过我觉得那个邱国正讲的这几点我听的都很怕，因为他讲的还蛮具体的。第一个，远火部队调动；第二个，火箭军调动；第三个，福建地面部队也在调动。开玩笑啊！部队一调动的话，没事乱调来调去干嘛？你邱国正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对，并不表示我们台湾社会麻木，我们这些很关切台湾和平的人，两岸台海和平、台湾安危的人，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会觉得真毛骨悚然。舰长觉得这个异常，他讲的的确是蛮具体，有几项。
你也觉得很惊悚害怕吗？最近确实是很多，尤其像上一次航母山东舰带了这么多的飞机这样出来，这是你看得到的。那陆地上的那个洞就更让人奇怪，因为军舰啊、飞机啊洞都比较简单。我以前在军中的时候，我们船上开就开来开去，备战就备战。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参加过陆军，谁参加过陆军的演习？我参加过陆军演习3天，让我掉了一层皮啊！每天什么事都不要做，就叫你从这到那，从那到这。每天早上起来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对，睁开眼的第一件就是我要到哪里上厕所，到哪里刷牙洗脸。半夜睡的这都冻醒是吧？那个是很辛苦的。那你说他这次，你说军舰的洞啊，那当然已经是你看得到的。但是至于说陆军的洞，我觉得那是一个福建大城湾这里，对，那是一个非常异常的一个事情。那第二个，我说一下这个吃馒头的这个事哦。以前我在军中，我听到就是有一个长官在巡视的时候，那些士兵坐那里嘛，他走过去看一个士兵坐在那里一直哭不吃饭，那是中饭，他就问说：“哎，你为什么在这哭不吃东西呢？”他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吃过一粒芭乐是完整的摆在桌上的，不知道怎么吃。他在家里一定是父母削好的摆在那里一个一个吃。少爷兵，哎，我现在跟你讲，你别说少爷兵，我现在问问你，如果你有小孩现在在家，你买一个芭乐回去，买一个梨子回去，你买个什么东西，他会自己削了吃吗？不会，真的不会哦。包含葡萄，我都要遮好，洗好，冰好，旁边摆个叉子，他才可能吃。只要你不做好这些东西，摆那里烂了，他都不会碰。现在小孩就是这样，其实我们要检讨，包含这个父母也要检讨。我第一看什么馒头配罐头，我觉得还蛮好的。真的、哦？对呀、啊。然后第三，我再说一个，这个中士哦，拿那个榔头打那个他的那个队长哦，那是很糟糕的。我在军中20几年，我可以告诉你哦，如果长官叫你做一件事你不做，那叫抗命。我27年大概看过7次、8次、9次，当然记不清楚了，但是那是很少的。我叫你做事，你敢不做，你知不知道？这是第一个抗命。第二个，如果我叫你做什么事你不做，你还动手来打我，那叫做暴行犯上，你知不知道？暴行犯上在以前那个戒严时期是唯一死罪啊。第三个，你不是动手哦，你拿个榔头敲人家头啊，你那叫杀人。所以这个唐华啊，叫重办这个人就是海军司令啊，我给他比一个大大的赞，支持的。这个老弟实在是不错，为什么？他比我低很多班呐、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我觉得这个军中你不能够这样子去办的话，那我问你，后面你准备怎么办？那就不要打仗了。那开玩笑，大家都不去听，这是一个我这一辈子在军中27年没有见到这么严重的一个叫做核子暴行犯上。那第三个，你看到那个不是他们在反潜水下侦察网吗？这是美军这样在做的。我觉得他主要的不是在防中国，他在防北韩。北韩最近不是一艘潜舰下去能够打那个核弹吗？因为北韩是一个不可控、不可预期的一个政权，中国基本上还可以预期。我觉得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北韩。没错，的确在这个区域周边都不太安稳，也更多的异常的异动，大家只能密切观察，然后担心又能怎么样呢？持续观察对于选战可能的影响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